就既要有想象，同时又让我们相信它真实存在，这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，需要特效化妆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特效化妆有2个最重要的部分，一个是像姜子牙的这种老人妆，它比较写实的；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一些幻想性的人物，就比如像魔家四将，它需要创造性更强。东方跟西方2个体系，东方讲究的是意嘛，而西方讲究的是实。就我们需要写实，但是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跟传统美学当中走出来的，它是要有一个演变的关系的。当年齐白石说过：“太寺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，鸾庙在似与不似之间也。”怎么还能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东方的，但又能是真实的？那么就需要从各个细节上去体现它的真实感。魔家四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4个角色。刚开始也是收集了好多资料，每个寺庙的天王的造型啊、造像啊都找了好多。比如说他的耳朵、耳垂会很大呀，也有分瓣的那种鼻头，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造型特点。但是还是会依据演员的那个面部特征适当的去加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那个演员做了一个面部扫描，我打印了一个2:1的一个小稿出来。我们在这个小稿之上呢做了他的面部设计。出皮的阶段，因为我们选的这个材质是那个发泡乳胶，对温度啊、对湿度它是有一定要求的。青岛的空气湿度非常大，空气太潮湿了，这发泡都打不起来，以至于第2天要试妆了，我们并没有打出一张特别好的，所以大家都特别紧张，一直在盯着烤箱、盯着模具，不要出问题，一定要出现一张可以去做的。一直到这个像晚上1点多才出了一套好皮。放到真人比例上面，我们会做调整，会考虑到他穿肌肉服啊、服装啊这些，能不能就是把他的身形给他撑起来。你不到给演员上妆，他不到拍摄那天，其实你都发现不了很多问题。拍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，经常扭动脖子的话会开胶，基本上每天在现场都会在想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。你一旦去强调造型，就肯定涉及到特化的妆面会变得很厚，你这个越厚就越影响表演。可是你如果想让它更灵活、更有表演性，你肯定要牺牲一部分造型。我说导演，你是更偏向于造型呢，还是更偏向于表演呢？导演说都要。还挺明显，对，就是在整个的脸部哪些部分去做改变，哪些部分不做改变，哪些部分不影响他的表演，哪些部分是加分的，就是要有取舍的。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把控度的问题。像姜子牙的这个造型到底应该怎么做哈？它很像真人的皮肤，也有很多的细节，就是细节到那个毛孔，可能就把整个额头的这个部分把它做得更加的有棱有角一点，把颧骨这个地方就稍微再垫高了一点点，这边就显得就更瘦，把这个眉弓部位可能适当的垫高一点点，那这样的话可能眼睛就显得会更深邃，就利用了这种错觉啊、结构啊，去把它看上去更像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姜子牙的形象。你想象到，如果把这个脸拍成一个特写，放在一个 IMAX 的一个荧幕上的时候，那这个脸它要放大很多很多倍，下面是用它自己的去融合，等于是真假融合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它很多那种细微的那些表情又能保留，同时又能够符合这个角色。这个就是要做1+1大于2的事儿。其实黄渤老师这个造型，因为他的那个假皮其实是一次性的，然后那个皮呢，其实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突破以前传统的那个用纱边的那种假发，所以前面的头发都得用针一针针种进去，这个工作量就特别大。我们整个这个电影那个种毛发种了60天、70天的量，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假皮的数量要做67天、70天。从一开始做造型的时候，黄渤老师他是有蛮多沟通的，包括他能够把他父亲的照片、私藏照片能够分享给我们看，
然后我们看了黄渤老师自己父亲的照片，就是好多启发。在设计上就是结合了设计图，结合了黄渤老师父亲本人的形象，结合了真实的这个道士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就把这几个元素结合在起来，能够让大家觉得就是那个角色。其实就是为了追求一个极致吧，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每次的拍摄当中。《封神三部曲》这个项目应该也是华语电影特效化妆的一个高峰，因为妆造的复杂程度、角色的数量，还有技术的精度，都是极其庞大和细致的。电影需要时间，艺术是需要打磨的。这么多艺术家真的是匠心的打造，我相信未来的观众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些。它是集体的作品，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。我很感谢能参与到其中，这个过程的这个感动是只有参与的人才可以真正体会到。往回收一点，45度或者寸。这个灯也搁地，往镜头前面出去，顺着火炉子起来。随还分不到一起。他们是我们讲述这个神话史诗电影的一双眼睛。然后到这儿，我们也是要创立一个几千年前的人间，创立这么一个世界，让大家相信它。从光影上，从环境上、气氛上，只能让观众相信这个世界。我们呈现上呢，也是要用镜头的尺寸、景别、运动带观众进去。每场戏的戏剧性任务不同，我们要带观众应该什么样的节奏看这个整个的人间。应该直接上苏妲己，这不可能。1、2、3，走。3部一起拍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难度，因为这个工作量有时候不是翻倍的问题，有时候是几倍的问题，所以这个经验是最大的挑战。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一些探索性的事情，就首先是在我们拍摄的主要的摄影棚专门搭了为灯光工作的 truss 架，就不用在现场来改变灯的位置，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工作方式。你看郝峰老师现在在装车，他那天夸张，他说我得装2个月才能把这些真的运回北京。你想想他的工作量，在1万平米的那个棚上面吊满了所有灯，其实这个工作量就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们做的这个移动蓝布，把那个挖掘机斗拆掉，用 truss 架做成方块，然后它可以随时的移动。这种工作方法就是在之前任何电影剧组都没有出现过的。一转场我换机位的时候，完全像一个坦克部队，哇，开着那些挖土机在举着那个蓝布在转场。首先，飞头术是在《封神演义》的小说里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。因为当时讨论的时候呢，就说这个在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镜头从头到尾全部都拍下来。再一个呢，还要考虑到这个 CG 这一系列的问题，想了好几种方案，最终的办法就是用炮，还是用炮来做一个360。哇，这好近的，这就这一片的，对这一片，所以。其实我也享受整个在封神工作的2、3年的时光，每一天制作你都会遇见挑战，然后呢你会得到好的回报，因为你拍到了好的影像，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极其享受的。
没有这些团队，没有这些人的配合，你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也是什么难度的镜头都敢设计，什么难度的事儿都敢想，因为你知道有这个团队的人能够完成它。每一个部门都能形成一个合力去有机的运转，每天都在攀登一个高峰，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封神给我感觉就是在中国电影整个这一块的一个突破，这个突破如果一旦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形成一个标杆。再做什么时候要看着封神的方式走，去做，去享受，你去投入，其实是这部电影的精神所在，就是整个这个团队的精神所在。